我谈了个清贫的博士男朋友，养了他3年，给他地方住，资助他创办实验室，每天想方设法讨他欢心，变着花样的买礼物。他一边接受我的馈赠，一边对我冷淡嫌弃。他的朋友说我是上赶的舔狗，是没文化的文盲，没内涵的暴发户。他花着我的钱，请他的同事吃大餐，对他的小青梅嘘寒问暖，却说我是浅薄恶毒、无理取闹的大小姐。他仗着我对他的喜欢，将我所有的付出成了理所应当。可是他不知道，我只要不喜欢了，我对他所有的好都要收回了。餐桌上，我的男朋友江卓正在给他的小青梅剥虾，前一秒他还拒绝了帮我盛汤的请求，并不耐烦地对我说自己的事自己做。他实验室那帮同事都在嘲讽似的打圆场，老大照顾小英习惯了，嫂子不要在意。韩少英看向我的眼神里带了隐藏的极好的得意。我很给面子的笑道：你们不要乱喊啊，江卓要生气的，人家正在给他女朋友剥虾呢。江卓听到我说这话，剥虾的手一顿，冷淡地看了过来，席上气氛也一时沉默了下来。江卓皱眉道：要闹脾气回自己家闹去。我点点头，你们慢用，我走了。他的好兄弟林凯阴阳怪气道：嫂子怎么舍得就这样离开你啊，阿卓？你说是吧，嫂子？林凯觉得我只是江卓的舔狗，又因为我占了江卓女朋友的位子，害他的女神韩韶音只能黯然神伤，所以一直对我有敌意。江卓把一碗虾肉递给韩韶音，头也没抬：别闹了，沈璇。我笑笑，转头就走。离开包厢一段距离，还能听到其他人对我的嘲笑。反正过一会儿就乖乖回来了吧。但说真的，我觉得这大小姐配不上老大，还是小音和老大相配。我听着这些声音，脚步不停，直到走出酒店。难过吗？好像是有点怅然，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在酒店外吹了点风后，人也清醒了些。我为什么会喜欢江卓呢？图他长得帅？图他高智商？我的圈子缺少这样的人吗？我摇了摇头，恋爱脑真是要命。我没有回平时的住处，直接回了沈家别墅。父母看我这么晚还找他们，非常吃惊。他们对我和江卓谈恋爱其实一直颇有微词，但顶不住我一直撒娇，还是对江卓的事业多有照顾。连林凯家的小公司，我也在江卓的暗示下求父母关照过。我开门见山：爸妈，我要和江卓分手。大小姐终于想通了。我哥沈瑜从2楼下来，父亲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吃够亏了。我无言以对。父亲放下报纸，叹了口气后笑了：行吧，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擦亮眼睛。母亲连忙招呼佣人给我做宵夜。等宵夜期间，我的手机疯狂响了起来，全都是江卓打来的电话，他还发了几10条微信给我。他问我在哪里，指责我任性，说我让他实验室的人都在那里尴尬。但他要面子，就是不肯明说要我替他当这个冤大头，给那些韭菜付钱。说来好笑，因为他要面子，我定位的时候还是以他的名义定的。我只回了一条：我们分手，1周内让你爸妈从红顶天地搬出去，还有合约到期，沈氏也不会再投资你们的实验室，那里你们也尽快搬走，1周后没搬我叫人帮你们搬。然后把他号码拉黑了。哥哥看到了，问我那小子的消息。我点头，我让他爸妈1周内从我在红顶天地的房子里搬走，实验室也不会继续给他们用了。都分手了，我的房子当然不能让外人住。哥哥笑道：还算有点出息，1周后我带人和你一起去。还有你这2天先住家里吧，那小子可能会到你住处骚扰。这也不是没可能，而且我以前恋爱脑还硬要把密码和钥匙都给他。钥匙他没要，但密码我是发到他手机上了。唯一能庆幸的是他为人冷淡，我也谨记家里教诲，交往3年都没到同居这地步。父亲听我说了，当即派人去我住处把密码改掉，并删除他的指纹。1周后，我和哥哥带着一帮人去了我那套红顶天地的房子，江父江母仍旧住在里面，半点没有搬走的意思，也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但我吃惊的是，江卓竟然也在。平时他总是日理万机的样子，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他的实验室和韩少英一起研究。那段时间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你没有点自己的事要做吗？嘿，没想到江大博士也有空的一天。江父看到我带着一大群人进来，皱了皱眉：小沈，不是我说，这房子虽然是你借给我们的，
但你也不能不打招呼就来啊，还带那么多人来。江母阴阳怪气，我早说还是换个所比较好。房子虽然是我的，但我之前尊重江父江母的私人空间，不曾上门打扰过。当然，他们也从不曾邀我过去。我看了一下我哥，他快要被气笑的样子。我也为自己曾经的恋爱脑感到羞愧。我1周前已经通知江卓让你们搬家了。我冷静道，如今我只是收回自己的房子。一直沉默的江卓开口，语气冷淡：沈璇，闹够了没？我看着他笑，江卓，你知道我不是在闹，所以你今天特地在这里等我来。我告诉你，我们真的分手了，现在你们一家给我滚！江父江母听我这么不客气，脸色都很难看。江父指责我道，你和阿卓的事我们一般不插手，但是你这样说翻脸就翻脸，是不是太不讲情面了？江母也道，是啊，那天你一个人先走，留下阿卓一个人多尴尬。多亏阿卓的兄弟给代付的，你什么时候把钱给人家还上？我笑出了声，关我什么事？江卓沉下了脸，沈璇，你在，我打断他，酒店是你选的，定位也是以你的名义，挑明酒点贵菜的是你实验室那帮同事，和我无关哦。哥哥也不耐烦地道，说这么多干什么？让他们赶紧滚。江卓这才注意到我哥，眼里闪过嘲讽道，你找的新下家？江母像是抓住了把柄，大叫道，小沈，你这就不厚道了吧？我家阿卓平时忙是忙了点，但对你也很关心的，你怎么能……我扯了扯嘴角，关心到连这是我哥都认不出，我可是给江卓看过我家全家福的。江卓一噎道，可能那天太忙了，我没注意，抱歉。我似笑非笑，在忙着和你的小青梅发消息。那天我还想努力讨好，问他在忙什么，可是只得到一句，说了你也不懂。江父江母又磨磨蹭蹭，直到我真的招呼人动手，帮他们收拾，他们才急了道，总要给我们1、2天找房子和收拾东西吧。就是租房子也没有房东立即赶人的啊。我不为所动，已经给你们1周了，还有你们之前是白住，可不是租房。江卓咬牙道，沈璇，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我好心的提醒他，你们实验室那帮人其实今天也要搬的，不过我不想1天内跑2次，你们记得这2天搬走啊。江卓这下终于也急了，实验室那么多东西和数据，2天怎么搬得完？我无所谓道，除了数据，实验室所有东西都和你们无关，都是我家出钱的，你忘了？按道理说这数据也属于我家公司，不过我家对这个没兴趣，你们自己想办法处理吧。最后江家3人只好狼狈地带着那一堆匆忙收拾出来的行李哼哧哼哧地滚了。临走前江卓死死地盯着我，你不要后悔，沈璇。我回应他的是，快滚吧，别脏了我这里。他们走后，哥哥啧啧称奇道，这2个老东西这么狗眼看人低，是真不知道你的背景啊，他们做什么的？中学老师，教出了个博士儿子就有优越感了吧？大概把我当暴发户家庭出来的了。我耸耸肩，毕竟家里将我保护得好，沈也不是什么稀罕的姓氏。2天后，我按时带人前去江卓的实验室，现在已经不是了，收房子。我哥因为要处理公司的事，就没跟我一起。本以为经过之前江父江母搬家的事，江卓会知道我这次是真的铁了心了，然后老实从实验室里搬走。结果我进了实验室，看到那一堆人还在那里照常工作。有人注意到我，尴尬地打了声招呼，嫂子来了，我去喊老大。我说过了，我不是你们嫂子。我扫了一眼，韩少英也不在，大概又和江卓一起在某个单间研究工作。以前我为了这件事不知道不高兴多少次，暗示明说示弱强硬，什么套路都用了，还和江卓大吵过一架。江卓却只是冷冷地看着我，然后说，少英是我看着长大的，她聪慧善良，勤学上进，不要用你浅薄恶毒的想法去揣测她。那次我伤心了好久，也发誓绝对不会先低头，但只冷战了3天，我就抵不过对江卓的思念，给实验室又买了一批新的器材试剂，换来江卓高冷的一个恩字，算是和好了。现在想来，我当时大抵是脑子进水了。早有人去通知了江卓，结果先出来的是林凯。林凯一看到我就面带轻视道，我还以为你能多坚持几天呢，这还是等不及来找阿卓了。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却越来越起劲，你也别太作了，好好跟他道个歉。你前2天还把伯父伯母赶出去了，那也太过分了吧，要不是我收留他们，你教他们一时间到哪里找地方住？我懂了，肯定是江父江母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让林凯也觉得吃不消，
所以想找个理由让我赶快接手。要我说，你与其嫉妒小英，不如好好建设自己。你说你一个暴发户的女儿，其实配不上阿卓，阿卓那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还不好好珍惜。我对他笑了笑，我倒是忘了你的事了。他一愣，我什么事？当然是跟哥哥说不再照顾你家生意的事啊。当初林家生意受了影响，几近破产，林凯是江卓团队里的重要成员，他状态不好也影响项目进度，我就让哥哥稍微照顾了一下林家的公司。对江卓说的，则是我有个朋友认识沈氏的高管。我突然在想，如果我当时直接自曝身份，林凯估计也只是表面上不会对我那么无礼，但私底下还是不会待见我。这种人就是自以为是，不会感恩。对了，你把那天的钱转我，我再帮你跟阿卓说几句好话，你对他低个头，这事就过去了。林凯见我不接他的话，也没在意，转而拿出手机要我还钱。什么钱？那天吃饭的钱啊，阿卓说你会还给我的。我嗤笑，我已经拒绝江卓了，你们团建为嘛要我出钱？记得那天他们点了什么野生大黄鱼、澳洲大龙虾的，还有什么有些年份的葡萄酒，这一顿我看了10来万。林凯家里虽然有点钱，但也禁不住这一顿饭吃那么多。我估计他要是从我这里拿不到钱，少不得得在家吃一顿竹笋烧肉。林凯听我这么说，脸上顿时五颜六色。这时江卓和韩少英也出来了。江卓看到我还是那一副冷冷的样子，你来干什么？我微笑着说，江大博士真是贵人多忘事，我说过今天来收房的。韩少英上前一步，淡淡道，沈小姐，你不用再乱吃飞醋，等完成这个项目，我就会退出卓哥师兄的团队。实验室众人都大吃一惊，看向我的眼神也带了不善。江卓沉下了脸，对他道，胡闹，我不会让你为了这种小事退出的。他又对我道，你都这么大了，别再老是把自己当公主，以为大家都要围着你转。这次换我冷漠地看着他，他好像不适应我的态度，皱了皱眉，正要再度开口。我打断他，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收回给你的实验室的。实验室里的人终于有点慌乱，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活。韩少英义正辞严道，但是沈小姐，你和师兄是签了合同的吧？对，但是合同到期了，而且合同上也没约定数据归属，所以我还是有权要求你们麻溜的滚。当初江卓没钱，又想搞这个方面的研究，但好歹有些尊严，就说要和我签合同。但是他的尊严也只是要个过场，签个合同就觉得是公事公办了，大概是觉得吃定我不会坑他。那是我当时爱他爱的昏天暗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我现在不爱他了，他觉得他是什么？实验室的人都面面相觑。韩少英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江卓大概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了，他身体僵硬得很。过了一会儿，他冷笑一声，你要记得，是你作死了我们之间的感情。韩少英脸上喜色一闪而过，我呵呵，随手抓起一个烧杯，浇了他一头水。师兄！韩少英尖叫着给江卓擦脸，回头指责我道，沈小姐，你这样太过分了。江卓盯着我一字一顿道，我真后悔，当初怎么会答应你这泼妇。但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只是捏紧了拳头，大家收拾下随身物品，我们走。韩少英脸带忧色，师兄，那数据。江卓拍了拍他的肩，没事，这个我有办法。实验室的人临走时全都对我一脸怨恨，可我管他们呢。我想着这下可以和渣男绿茶一刀两断，开始过新生活。可是新生活还没过1个月，我就被迫又和那对狗男女扯上关系。事情是这样的，和江卓分手后，我听从家里建议，准备进入沈氏上班。哥哥也开始带我熟悉父母在生意场上认识的叔叔伯伯们。这天，我们兄妹和谭氏的谭总约在谭家的高尔夫球场打球。谭总笑着对我说，小璇都长这么大了，以前见到的时候才这么大。他在腰部这里比了个位置。我也笑着道，可是谭伯伯在我看来可是一点都没变，还是和当年一样年轻。谭总哈哈大笑。打了一会儿球后，谭总的助理向他汇报工作，我们便分开行动。我和哥哥一边唠嗑一边打球，突然我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谭总，请你考虑一下，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只见3个熟人围着谭总，手里拿着几张纸，神色急切地在劝说。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江卓、韩少英和林凯，我既吃惊又觉得晦气。我还没有所反应，
哥哥已经走上前嘲笑道：“我记得你们走之前什么都没带，没有这个项目的数据，打算空手套白狼。”我也跟着上前。那3人看到我兄妹大吃一惊。谭总诧异道：“是指你认识他们？”哥哥微笑道：“这位江先生就是我之前跟谭世伯你说过的小璇前男友。”谭总对外是平易近人的形象，刚才被江卓他们3人唐突打招呼也没有不快，但他听哥哥这么一说，眼中的亲和顿时消失了。江卓沉着脸道：“沈先生，我和令妹是和平分手，你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找茬。”韩少英也帮腔道：“是啊，沈小姐，那天你突然就赶我们走，要不是师兄事先备份过大部分数据，他的心血可能真的就被你毁于一旦了。”原来江卓还是事先备份过数据，怪不得拉投资的时候很有信心。林凯怨恨地看了我一眼，大声对谭总道：“谭总，你不要相信他们，这个女的心胸狭窄。我和她之前只是有点小摩擦，她就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搅黄了我家公司和沈氏的合作。”谭总听到这里，脸色都变了。林凯以为谭总相信了他说的话，有些得意：“他们也是来找您合作的吧？您可别被他们骗了。”我和哥哥只是笑吟吟的在一旁看着他扮小丑。谭总听完淡淡道：“你见过沈氏的总经理吗？”林凯一愣，道：“和我家对接的是沈氏一个管理人员，我父母都没有机会得见沈氏高层。”谭总冷笑一声道：“我猜也是，不然你不能连他本人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那3人听了这话都很惊愕。林凯一脸不敢相信，看着我哥道：“你是沈总经理，那沈璇是沈家大小姐，她的沈真是沈氏的，不可能，这不可能。”看他的反应，好像还是考虑过我和沈氏的关系的。不过可能是因为我吃穿用度也就比他好那么一点，对他平时的恶劣态度也没太大反应。他家当初生意有起色，我也没在他面前自夸，就认为我也姓沈，只是个巧合吧。江卓眼中满是愕然，还带着一点受伤。他沉声：“原来你一直在瞒我。”我微笑道：“之前是考虑到你的自尊心，给你看全家福的那天，我是想和你坦白的，不过吗？”江卓和林凯全都面如死灰。韩少英还想说些什么挽回局面，谭总已经不耐烦地找来工作人员把那3个人赶走。江卓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失魂落魄地走了。但是林凯和韩少英眼中不约而同的怨毒太明显了，总感觉没完啦。还真的没完，不过先出幺蛾子的是江父江母，他们在网上开了直播，哭诉儿子的女友因为和儿子一点小矛盾，就一点时间不给，把他俩赶出了房子，还要抢夺儿子的研究成果。还好儿子警觉，事先备份了大部分数据，但女友扬言儿子找到一个投资他就会搅黄一个，总之不会让儿子继续搞这个项目。江母红着眼道：“他一直说我儿子和他团队一个女孩关系不清不楚，可那女孩是我们夫妻好朋友的女儿，和我儿子一起从小长到大，我儿子才对她多照顾了些。”江父也唉声叹气：“其实我们住他的房子也住不太安心，毕竟还是想有个私人空间的。房子的事也就算了，但这个项目是我们儿子的心血，还是希望沈小姐能放阿卓一马。我们都是普通人家，不像你家里豪富，有巨大资产。”他们在直播里故意模糊了住了3年没有给房租，江卓对韩少英的种种逾越行为，还有实验室是沈家全资且合同上也没约定成果归属的问题，但已经足够让弹幕爆炸了。我操，这什么公主病啊，谈恋爱还不能有些异性朋友了？就说人家青梅竹马，说不定这姓沈的还是第三者插足呢。话说就算房子是他的，他也不能隔3差5去骚扰房客啊。等等，没有人提最重要的实验数据问题吗？我操，这哥们也太冤重了，做了什么孽才找了这么个女朋友啊？有人根据江父江母在直播中有意透露出来的信息扒出了我的身份，立即就在沈氏官网下和我个人账号下开骂，太难听了，以至于不能过审核。沈氏仗势欺人，沈氏抢夺研究成果，实验室成果到底归谁？这些热搜也一直在榜上居高不下。韩少英趁热打铁，也在个人账号下表态，我就是实验室成果被抢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当然他也拿不出证据，重点放在卖惨并阴阳我不学无术成日就是无事生非。最后他写道：“我对天发誓，我和师兄真是清白的，请沈小姐不要误会。师兄出身普通家庭，那些研究成果真的对他很重要。”林凯也火上浇油，颠倒黑白，谎称因为他对我说话没有像奴才一样毕恭毕敬，我便让家里打压他家，
让他家公司濒临破产。江卓项目组里的人当初狼狈地被我赶走，对我心怀怨愤，现在自然也纷纷上网支持他们几个人的说法。我与父母哥哥商量，等几天看看他们有没有后招，发现他们再没有新花样后，立即联系沈氏的公关部准备反击。当我在公关部在线讨论如何反击时，我微信收到一个陌生人的好友申请：沈小姐，师兄和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你谈谈，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我通过了好友申请，对面很快又发来消息，开门见山，我们的意思是希望沈氏能对我们高抬贵手，这样我们可以在网上解释那些都是一场误会，现在沈氏股价也受到影响了吧。我回复：你和江卓父母还有林凯联手造了这么个大谣，一句轻飘飘的解释误会就能解决给我们沈氏带来的损失吗？沈小姐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说的哪一句不对呢？你也说不出来吧？但师兄念旧，想要好聚好散，沈小姐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你让江卓亲自来跟我说。过了一会儿，一张江卓躺在床上睡觉的照片发了过来，他左手还握着一只明显看起来像是女性的右手。抱歉啊，沈小姐，师兄一直握着我的右手，我左手打字不太方便。他最近为了投资的事太累了，现在睡着了，我可以代表他。我很奇怪，韩韶音之前发来的内容也算比较小心，没有说漏，那说明他还是有些脑子的。那他为什么还发这些挑衅的话？他很快又接着发来了信息：其实你和师兄也是情侣一场，何必闹得那么僵？如果你愿意给师兄介绍个投资，或者沈氏能继续把原来的资源给师兄的团队使用，我想师兄还是愿意和你做朋友的。我突然懂了，韩韶音可能是想故意激怒我，让我饰演好拿到证据，以消除掉反转的可能。如果是1个月前的我，可能真的会被他激怒，然后被他拿到画饼，但现在自然不可能了。我笑了笑，打字：谢谢你。对面回了个问号。我回道：谢谢你发来他的照片，证明这个微信账号使用人就是你韩韶音。那又怎么样？我说了，我可以代表师兄了。不怎么样，只不过你说的这些我都存了，就当是之后的证据吧。发完这句，我不顾上面显示的还在输入，直接把这个账号拉黑。第二天，我开始反击。沈氏在网上澄清，给出账目跟合同，表示江卓那个团队的实验室一切用品包括场所都是沈氏提供的，合同里也没明说研究结果的归属，而且研究虽然有些成果，但账目显示多有浪费。韩韶音很快出面反击说，当初沈小姐不就是仗着和师兄男女朋友的关系，让他签下这种不平等合同吗？至于浪费，我想说沈小姐不了解科学研究吧，有些成果就是在无数次失败堆积上才出来的，那并非我们团队故意浪费。我隔空兑现，听你这么说，我还以为自己没有读过书，我这里也有专业人士的意见。你们研究中有很多浪费，根本是不必要的。本来一开始他们还没有搞出这么离谱的浪费，但看我对此无甚反应，他们也逐渐开始不加顾忌了。有些器材试剂一买就是一大批，很多东西扔到一边，直到保质期过了都没开封。反正有我这个冤大头付账。其实江卓这个团队的人品虽然一般，但的确是有些头脑和能力。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会这么蠢，还是我的舔狗形象太深入人心，才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我将那些被浪费的东西照片以及专业人士的意见配合账目发出来，反正网友中必有行家，这些就留给网友自己评判。不等韩韶音回复，我又朝江父江母开火。这2位人民教师3年前说装修房子，要搬出自己原来的家。我当时看在男朋友面子上，愿意提供一套房子免费供他们暂时过渡。彼时我也想不到他们那100多平米的房子要装修3年，别不是把承重墙给敲了，要重新造大楼吧？部分网友说房东也不能随便进租给房客的房子，问题是3年来他们1分房租都没付啊。说实话，除了那一次请他们赶快搬走外，这3年来我还真没上门打扰过。我说这些的时候，手机又收到新号码的骚扰电话，我干脆拉黑，继续在网上开炮。他们不付房租也就算了，毕竟当初是我自愿的，但他们好像真的不当自己是外人。我之前收拾房子的时候，物业还告诉我他们找了换锁公司，打算上门换锁。以下是物业提供的监控录像。其实监控摄像头并不对准业主家门口拍，只不过江家夫妇找来的小公司工作人员比较豪放，不慎用工具给电梯门附近的墙面划了一道口子，物业查看监控才知道此事。
顺便说下，江家夫妇当然是耍赖，没有赔钱。而换所没成功，是因为原来的所太精巧，那个小公司业务能力不够，而能做的大公司估计要价太高，那俩夫妇不愿花这个钱。韩少英这时候又跳出来，那你也不能不说一声就把人赶走啊。虽说师兄这3年忙于工作，可能有些冷落你，但他有空的时候对你还不错吧？之前你烧到39度，还不是师兄陪你去医院的。我一看快要气笑了，我生病了，他作为男朋友送我去医院，不是天经地义？这也算对我好？是不是举不出其他例子了？也对，毕竟就算是仅有的送我去医院那一次，他也是刚到医院就被你叫去庆祝生日了，连挂号都是我自己去的。到这地步，我干脆把和江卓的一些相处细节以及我给他花的钱都发了出来。虽然我当初给他花钱心甘情愿，也没有一一记账，但最近这段时间的转账记录以及一些昂贵礼物的发票我还是能找到的。于是网友可以看见，虽然聊天记录中江卓对我基本都是冷淡的很，但转账礼物还都是不客气的收了。到这地步，网上舆论已经基本反转了。我再把韩少英之前发来挑衅的话和江卓的照片都发到网上，给添了最后一把火。江家3人和韩少英的名声彻底臭得不能再臭，渣男、绿茶、软饭硬吃、吸血鬼的一家等骂声不绝。当然也有网友吐槽我之前太恋爱脑，对这些批评我一概虚心接受。至于骂我太狠毒冷血的，都不用我反驳，就有一大批人替我把这种人骂到不敢再出声。让我感慨的是，江卓一个大男人，这场风波竟然从头到尾都龟缩不出，没有担当的程度让我叹为观止。1个星期后，江卓头发凌乱，胡子拉碴，衣衫不整地出现在沈氏楼下，一看到我下班，立即就红着眼冲上来质问：我妈被你气到住院了，你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他朝我发火道：不就是钱吗？我可以给你，但你太恶毒了，我爸妈好歹是你长辈啊。他还想冲上来抓我，但沈氏的保安很给力，抢在前面把他控制住了。我看着他这副狼狈样，觉得自己当初竟然会喜欢他，真的是太丢脸了。不过他说还钱，那还是要的。虽然我觉得他还不出，他却是看我不说话，以为我理亏，大声：你说多少钱？说啊！房租、实验室相关，你给我买的东西那些，我全都按价算钱。咦，他现在名声这么差，还能找到金主吗？不过转念一想，还说不定真有慧眼识人的伯乐呢。我爽快地跟他说：你爸妈住红顶天地的海景房，月租2万5，你爸妈住了3年，你得给我90万。实验室那里就用你的研究成果换吧，当然你要是能给钱，我也可以代表沈氏放弃那些成果。给你买的东西就不算钱了，算也算不过来。江卓一噎，恨恨道：你当初追我只是为了好玩吧？他说到最后自己也入戏了，大声道：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平静地看着他，这点你自己清楚，倒不如扪心自问，你爱不爱我？你就是不相信我和韶音是清白的，可是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和韶音绝无任何越轨。这些都不重要了。他激动道：你现在说不重要了，当初是谁说不管怎么样永远都爱我的？骗子，你这个骗子！周围路人走过这里，纷纷停下来朝这里看，还指指点点。我不想被围观，就去停车场取车。结果江卓一路跟着我来到车前，我不耐烦道：你想怎么样？他无奈道：行了，你赢了。他在说个什么玩意儿啊？他苦笑道：我是个直男，只知道做研究，也不知道琢磨女朋友心思。看到你网上说我的那些，我才知道你对那些是那么生气，这点是我做的不对。但我真的只是把韶音当妹妹，所以平时比较偏向她一些。他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别闹了，我答应你以后会控制和韶音相处的分寸，但你也要去医院和我妈道歉，我爸这次真的很生气，我是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他。我打断他：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出声啊？前几天你爸妈在网上说，你那个小青梅也在网上说，但你怎么从头到尾都装死？大家都不冷静，但我不能也失去理智啊，所以那几天我才没出现。那你还给不给你爸妈付房租啊？江卓一下给我整不会了。我趁他发呆期间赶紧上了自己的车，关上车门。他还想拦住我，但看我油门踩得猛，终究是怕死，赶紧闪在一边。车子开过他身边时，我目不斜视地说了一句：你还是赶紧找个班上吧，大哥，再把精力耗在这上面可没底啊。那之后江卓他们的确是消停了一段时间。关于江卓他们的研究，我本来在考虑卖掉还是自己找人做，
业内人士跟我说这个项目大有可为，让我下定决心由沈氏接手。反正相关地点、设备、材料都是现成的，万事齐备，江卓他们又出来搞事了。我收到了江卓他们的律师函，他们说要和我面谈，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放弃了呢。我没亲自出面，派了个人带我前去。江卓他们主张当初和我签的应属无效合同，有些条款太不平等，有骗取他们研究成果之嫌。他们表示科研人员研究不易，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我方不经他们同意继续做那个项目，就法庭上见。我听完下属汇报，反手就把江家父母和韩少英告上了法庭，起诉他们之前网上污蔑我的事。江卓没想到我还会旧事重提，只能又灰溜溜的来求我放过。他憔悴地道：“小璇，给我条活路吧。”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他眼睛一亮，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我对他的厚脸皮感到震惊，你在发什么白日梦？我是要你把你爸妈的房租，以及之前污蔑我的精神损失费，还有我家之前对你团队的投资都还回来。这样我可以考虑不起诉你爸妈，也可以放手那些成果给你。不过就算给他，他也找不到投资，只能给人打工吧。他脸色一寸寸灰白，挣扎道：“我可以给沈氏分成，我保证你们以后能获得10倍的钱。我相信这个项目的潜力。”我默然道：“可是我不想再和你们任何一个人有所牵扯了。所以你选吧，大家都不打官司，还是一起打官司。”他眼中全是绝望。你知道的，我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精力。所以一开始你们不搞幺蛾子的话，我本着及时止损的想法，并不想把过去的事翻出来追究。他走的时候背影佝偻萧索，我却全无同情。父母和哥哥得知后都冷笑道：“江卓想的还挺美。”父亲道：“官司的事你就别管了，让沈氏法务部处理，你专心工作。”哥哥问我：“如果他们撤诉，你还告吗？”我摇头，我不会老是让他试探我的底线的。双方都撤诉也太便宜他们了。我告他们肯定一告一个准，但他们告沈氏就没那么容易了。这可不是我们仗势欺人，而是合同条款模糊，打起官司来那可是旷日持久。我的3个亲人听我这么说，都满意的笑了。江卓没再来骚扰我，而是忙着帮他父母应诉。但林凯不甘一无所有，给自己买了巨额保险，计划开车撞我和企图我同归于尽。还好我哥为了防着他们狗急跳墙，一直派人盯着他们。我哥察觉林凯谋划后，在他实施计划之前就设计让他欠了一大笔高利贷。现在林凯天天被高利贷追债，焦头烂额，没来得及撞我就为了逃债不慎摔下楼梯跌断了腿，因为获救不及时还要截肢。他爸妈本来破产之后还有点钱想东山再起，这下只好替他还债，林家彻底一贫如洗。我没忘记连韩少英一同起诉，江卓的团队经过这些风波早已解散，韩少英现在无业又有官司在身，日子非常不好过。韩少英来找我，痛哭流涕求我放过，说只要我放过他，他立即远走高飞，不再和我争江卓。我一脸鄙夷，谁要和你争垃圾？官司最后当然赢了，江卓父母和韩少英被判公开向我道歉和赔钱，那点钱对我来说不多，但够他们喝一壶。江家3人因为这些事名声大噪，而且因为要赔我钱，连房子也买了，只能租房住。说起来，那房子装修好后，他们是一天都没住过啊。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消息是看本地法制新闻的时候，新闻上说男子江某因为琐事和父母争执后持刀捅死父母。本来我还不知道这是在说他，但是看网上消息后才发现，这说的竟然是江卓。好像经过之前那次打击后，他就一蹶不振，也不出去找工作。他父母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博士，儿子这样太丢自己面子，就催促他找工作。最后双方发生争执，他激动之下就错手杀害了父母。证据确凿，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被判处了死刑。沈氏投资了新的团队来接手江卓的那个项目，半年后就得到了初步的回报。这也多亏了江卓他们辛苦的前期工作，如果他当时真的肯好合好散，或者把我之前花的钱都还回来，我也是不介意把项目让给他们继续做的。不知道他在生命最后一刻会不会后悔。2年后，我的工作得到了父亲认可，被委任为沈氏副总经理。这天哥哥说在本市5星级酒店订了包房，要全家庆祝一下。在车上我很无语，庆祝什么？这不是自家公司吗？哥哥笑道，自家公司用人也是看实力的，又不是一进去就是黄马褂。到了酒店，
门口迎宾员等车停后打开车门，刚下车我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在努力了，妈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循声望去，那竟然是好久没有消息的韩少英。她对面是个和她有点像的中年妇女。你努力什么？这么久了还只能找到不正规的公司做个小文员，连京都不给你交。韩少英已经有点哭腔，妈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不要回老家嫁那个老男人，他有脏病还残废啊。你当初说的读出硕士能赚大钱，我才让你出来读书的。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该答应你让你读，还名牌大学呢。你在那里发什么呆？爸爸妈妈已经在包厢了。哥哥喊我。哎，来了。我痛快地跟上，不再关心无聊的人和事。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衷心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